原主竟被劣质丹药的毒素生生熬死，这份仇我记了。检测到适配灵魂，诸天最强武道系统绑定中，绑定成功。新手礼包发放，至尊级呼吸法本源土耐术，效果每秒自动增加1点纯净气血，无时无刻不在运转。苏杰，你昨晚怎么回事呀？不是说好把这个月抚训的那8颗气血丹送给我吗？我等了你1整个晚上呢。这废物又在当提款机了，真是一条好狗。那8颗气血丹，我改主意了。你什么意思？那些丹药是你自愿答应给我的，我修炼正到了瓶颈期，你不能言而无信。自愿？过去15个月，你以修炼瓶颈、武技突破、生日礼物等各种荒唐理由，从我这里拿走了整整120颗下品气血丹，那是我父母用命换来的抚恤金，而你拿着烈士遗孤的救命钱去买衣服、买首饰，充当你的修炼资源。你胡说！你污蔑我！那些明明都是你主动送给我的。主动？需要我把每一次的转账记录、聊天记录全部投屏出来吗？需要我去市政厅调取你的消费记录吗？苏杰，不识好歹的废物！雪儿妹妹肯收你的东西，是看得起你。你居然敢在大庭广众之下欺负她，立刻跪下给雪儿妹妹磕头道歉，否则今天就打断你的狗腿！听清楚了，3天之内，连本带利180颗气血丹交到我手里，少1颗，我就去武者法庭告到你身败名裂。啊！检测到宿主已具备初步自保能力，现在发布主线成长任务：无上道基。任务要求于本届武考开始前，将体内99个基础武窍全部淬炼至第10级圆满。接下来就是第1个任务了。任务奖励：解锁诸天武库，专属称号极境筑基者及神秘大奖。失败惩罚：系统解除绑定。99窍10级圆满，有点意思，这才配得上我。当前气血储备充足，武窍淬炼中。丁，武窍淬炼成功，当前武窍等级提升为2级，战力提升。这种充满力量的感觉，真是让人沉醉。这就是极限淬体带来的蜕变。宿主苏爵，当前战力值549点，突破500大关了。如今的我，单凭肉身力量就足以碾压一切。苏爵，你个小畜生，让老子好等啊！好狗不挡道，滚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死到临头还敢嘴硬，在教室里老子是一时大意才被你推倒。今天我不光要打断你的手脚，还要废了你的武窍，让你彻底变成一个废人。看你还拿什么跟雪儿妹妹要债！猛哥，跟他废什么话？直接动手！回去告诉林雪儿，之前的账我重新算了一下，让她准备好200颗气血丹，少1颗，下场就和王猛一样。是。全校战力测试即将开始，立刻前往中央测试大厅集合。重复一遍，请所有学员前往测试大厅。我真的不知道苏琪为什么会变成这样。那些气血丹明明是他硬塞给我的，现在却反咬一口，还要逼我还那么多，我怎么可能拿得出来啊？雪儿别哭，苏杰那个废物就是个心理扭曲的变态，自己没本事就来欺负你。快看，他就是那个废物，就是他也敢来参加测试。苏杰，轮到你了，尽力就好，别有太大压力。也罢，既然要重活一世，那就让这天明星从今天开始
记住我苏决的名字。100、200、300，突破天才线！200颗气血丹交出来。恭喜临江市第一中学学员苏杰以碾压姿态登顶临江新星榜首。鉴于其展露的无上天赋，市武道协会特批，苏杰即刻获得进入星元秘境修炼的至高特权。星元秘境，临江市最高级别的修炼圣地，1年才开一次，名额全在大家族手里。他竟然直接拿到了特批。刚才测出的战力是突破400，不对，仪器都炸了，他的战力绝对不止400，我们竟然还骂他是废物。苏杰，好样的，是整个临江的骄傲。完了，彻底完了，我什么都没有了。苏决同学，恭喜你登顶本届新星榜榜首，这是市里为你准备的特殊奖励，你可以从这些珍宝中任选其一。第一件百炼诀玄阶中品呼吸法，每天可凝聚足5点气血，是基础呼吸法的5倍，放在外面足以引起那些武道家族的血拼。每天5点，我本源吐纳数每秒1点，这破烂也配叫珍宝？第二件物品，一枚记载着武技的晶石。第二件玄阶下品武技排云掌，修炼完满能凭空提升1.5倍的基础战力，绝对的杀伐利器。这个是什么？这是从一处远古遗迹边缘挖出来的残片，材质极度坚硬，火烧不化，但没有任何能量反应，专家也研究不出用途，这只是拿来充数的。我强烈建议你选百炼诀，就选它了。苏同学，你确定？这极大规律只是一块废铁，你放弃玄阶功法选个废品，这可是你拿命拼来的榜首奖励。我这人就喜欢赌一把。获得规则物品光阴之息，开始解析，当前进度1%。系统提示：检测到高浓度气血环境，每秒气血增加提升至2点。你就是那个苏杰，好狗不挡道。他疯了，那可是新星榜第3的赵峰，赵家的大少爷。小子，你很狂啊！我叫赵峰，战力580。我不知道你用了什么见不得光的手段拿到榜首，但在我面前，你最好把尾巴夹紧点儿。赵峰是吧？你的废话不仅浪费了我的时间，还污染了这里的空气。你的气血怎么可能这么强？再敢来烦我，我不介意让你连秘境都进不上。星元秘境入口已稳定，时限7日，所有获取资格者依次进入。道哥，这是定金。那个叫苏菊的小子，今天进了星元秘境。他一个穷光蛋，修炼1年多，战力暴涨，身上绝对藏着天大的机缘。600多战力，确实有点邪门。不过老子昨晚刚突破800战力，手里还有黄阶中品武技，就凭他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学生，7天时间能翻起什么浪？道哥，等他7天后出来，你一定要把他废了，打断他的手脚。纪元，你拿大头给我留口汤就行。放心，只要他敢走出教育局，老子就让他知道这临江市的地下到底是谁说了算。派人给我把教育局所有出口死死盯住。检测到极高浓度气血环境，本源吐纳数效果极大提升，当前气血增加速度每秒5点。每秒5点，1天43万点气血，这简直是为我量身打造的宝地。规则物品光阴之息残解析完成，绑定成功，恭喜宿主获得特殊辅助状态淬炼共鸣。淬炼共鸣效果，5窍淬炼时消耗双倍气血，淬炼效率永久提升100%，时间减半。时间减半，我最不缺的就是气血，这简直是开挂中的开挂。系统温馨提示：
天明星武道规则：武者在凝练第一条五脉时，若以低级五窍开脉，终生潜力定型，无法问鼎至高境。若想开辟传说中的10条五脉，必须在开脉前将全身99个五窍全部淬炼至10级圆满。普通人受限资源3、4级就急着开脉，但我有系统，有光阴之息。既然要走，就走最强的路。在开脉之前，我要把这99个五窍全部砸到10级大圆满。系统，开启淬炼共鸣，给我往死里练。五窍淬炼成功，当前五窍5级，战力加6。丁，五窍淬炼成功，当前五窍6级，战力加8。当前状态更新，6级五窍32个，5级五窍67个，当前战力值1840点。1840点战力，现在的我一拳能打爆一栋楼。7天到了，该出去吃顿好的了。连着卷了7天，得赶紧去吃个烤肉补补。你就是那个新星榜第1的苏杰，听说你在秘境里捞了不少好处。你们挡着我去吃烤肉了。小子，你他妈是不是在秘境里呆傻了？老子最近手头紧，向你借点东西，把你身上的造化还有银行卡密码全交出来，要不然老子今天就把你切成生鱼片。看到没？刀哥可是800战力的强者，你一个学生，识相的就赶紧跪下磕头，不然一棍子敲碎你的。苏杰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刀哥呢？你说的那个刀疤脸，他已经在去执法局的路上。放屁！刀哥可是800战力，就凭你，小子，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闯进来，敢砸我的场子！兄弟们，给我抄家伙上，废了他！太弱了。你别过来！我可是黑虎帮的人，你敢动我？苏姐，饶命！我再也不敢了。我给过你机会，是你自己找死。如果不彻底把你们踩死，你们总会像苍蝇一样嗡嗡叫。刚才你们吓到我了，每人转账1万星元精神损失费，不然下场和他们一样。五窍淬炼成功，当前五窍等级6级。恭喜宿主，99个五窍全部达到6级圆满，当前战力值2376点。2376点战力，99窍6级圆满，这种力量充盈的感觉简直让人沉醉。但这还不够，接下来是时候向7级五窍去发了。 6级五窍圆满，在这临江市，只要不招惹那些老怪物，足以自保了。苏杰，你可算下楼了！好消息，天大的好消息！李老师，什么事这么高兴？学校、市里、省里对你的奖励全部批下来了。学校和市教育局一共奖励150万星元，最重磅的是省教育厅300万星元，外加一次进入省武道图书馆玄阶区域挑选任意一门功法的机会。450万星元。谢谢李老师。 也谢谢学校的培养。若是别的学生，恐怕早就兴奋地跳起来了。你这份心性，果然非池中之物。去吧，别耽误了挑选功法的好机会。你们这株赤血参是我先发现的，凭什么强抢？哼，在临江市，我们周家看上的东西就是周家的，识相的就交出来，免得受皮肉之苦。阁下是谁？
竟敢插手我们周家的事，还伤了我们的人，报上名来！路过而已，是你们的人先对我动的手。苏倔先生，请留步。没空。刚才我的手下不懂事，冲撞了苏同学，我代他们赔个不是。苏同学能一招废掉我的手下，战力快破1000了吧？如此天赋，实在可惜。可惜不可惜，是我的事。我是聪明人，就直说。我们周氏武馆很欣赏你的潜力，只要你点头加入，玄阶功法资源任你挑，更有宁迈境长老指点，这可比你一个人苦苦摸索强100倍。说完了。苏同学，在临江没有大树遮风挡雨，幼苗很容易夭折的。周家的友谊，纵容手下当街强抢，打不过就出来招揽，这种友谊我高攀不起。我习惯了自己走路，不喜欢给人当狗。你们周家的庙太小，容不下我。好，很好，你有种！希望你的骨头能一直像你的嘴这么硬，走着瞧！推荐1：顶级剑术万剑归宗；推荐2：顶级剑术一剑破万法；推荐3：基础剑术真解，蕴含剑道基础规则，直指本源。果然，简陋才是穿越者的标配爽点。哥们儿，省图书馆的机会难得，你就选这破烂？这玩意儿是外面便利店10星元一本，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。基础剑术真解解析完毕，宿主已掌握剑道基础，所有剑类武器使用效率提升50%。是否消耗气血值？对残篇进行推演优化。立刻推演。消耗1万气血值，7星步优化为踏天步玄阶极品；消耗100万气血值，裂空指优化为洞虚指气血技。杀伤力为所消耗气血值的10倍。100万气血换来的终极杀手锏，让我看看你的威力！还不够，给我推到1000点！去！1000点吸血输出，1万战力杀伤，宁迈境之内，我几乎可以横着走。周家。希望你们别逼我用出这一指。丁，武窍淬炼成功，当前武窍等级7级，当前战力值2508点。废物，全都是废物！学校那边的谣言压不住，市政厅那边也动不了他。一个无父无母的穷学生，背筋比铁还硬。周少，您息怒。我们查到一条线索，市政厅任务结算点最近出了个匿名武者影，疯狂清理下水道变异鼠。这跟苏租有什么关系？您看这段监控对比，果然是苏哲就是影。穷小子晚上不睡觉去下水道加班啊！匿名武者死在下水道里，连个收尸的人都没有。周少有何吩咐？周蒙，你战力1990点，已经凝练了一条五脉。今晚带上3个精锐去 B-7区下水道，等苏杰进去后跟上。不用废话，直接杀了，尸体剁碎，为变异术。周少放心，再邪门，今晚也必死无疑。刘影剑法用在这骨刺上，倒是挺顺手。就是这骨头不太结实。剑法不错，影，或者说苏杰同学。有人让我给你带句话，下辈子投胎记得好好给我们周少做狗。上，速战速决。太慢了。我的手！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们不是知道吗？苏瑞，亲星榜第1影。你知道我刚才杀了他们3个用了几成力吗？
1成。你说杀你需要几成？小杂种，老子是一脉武者，给我死！不知所谓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周猛，说话！周坤，你的礼物我收到了。苏你，下次记得派点像样的狗，或者亲自来。惹我，那就做好被灭门的准备。周家，希望你们今天能给我一个满意的价码。 3个宁脉境初期，加上周雄这个宁脉境中期，还真是看得起我。苏同学很准时，坐。尝尝武夷山送来的顶级大红袍，一年也产不了几斤。周副馆主，我晚上还要赶回去修炼，有话直说，别浪费大家的时间。 苏同学快人快语，那我也就不绕弯子了。周猛他们4个的死，我可以当做没发生过。周坤那个逆子，我回去也会严加管教。你天赋惊人，但终究只是个毫无背景的穷学生。我们周家在临江市经营3代，手里捏着的功法、丹药、人脉，只要你需要，都可以为你所用。但前提是你把从周猛身上拿走的记录仪交出来，并且把所有的备份当着我的面彻底销毁。 只要你点个头，周家不仅不会再找你的麻烦，还会成为你最坚实的后盾。我可以做主，将周家这一代最优秀的嫡系女孩许配给你，到时候你就是我周家的自己人。整个临江市，谁不给你几分薄面？周副馆主，您是不是觉得我苏蕊是个随便画张饼就能骗得团团转的白痴？苏瑞。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，你刚才放的那些屁，我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信。年轻人不要太气盛，别敬酒不吃吃罚酒。脸是靠拳头打出来的，不是靠别人施舍的。周雄，你今天摆出这副阵仗，又是利诱又是威逼，说到底不就是怕我把你们周家干的那些脏事捅出去吗？我可以明确告诉你，记录仪我不可能交，而且我已经做了多重备份，一份在我手里，一份上传到了国外的暗网匿名云端，还有一份被我藏在一个只有我知道的地方。 只要我今天走不出这扇门，这4份实况录像会立刻发送给市武道协会、联邦教育部以及全网各大媒体的头条。标题我都帮你想好了，林间周家暗杀新兴榜首绝密全过程。周雄，你觉得这个新闻能让你们周家死多少次？苏杰，你这是在找死！是吗？你可以试试。不过我好心提醒你一句，周猛死前也是这么认为的。动手，杀了他！ 把他的尸体给我碾成肉泥！系统警告，检测到致命威胁，气血值疯狂燃烧，当前汇聚气血100点、300点、500点。我看今天谁敢动他一根汗毛！ 杨会长，您怎么会在这里？怎么，周雄？这临江市是你周家的地盘，我杨百川来不得？不敢，杨会长误会了，我们只是在和苏同学切磋交流。切磋？带着3个宁脉境，你当老子眼瞎吗？2年前，你周家子弟在荒野杀人越货；去年，你纵容黑道打残3个学生。我留着你，是因为你在前线抗击妖兽还有点用，但你现在。 竟然敢派人暗杀我武协重点关注的天才烈士的遗孤，你的胆子真的是太大了！杨会长饶命，我知错了，我愿意赔偿，倾尽周家家产赔偿。赔偿好，第一，3天内，周家所有人滚出市政厅和武道协会，你的武馆执照直接吊销。第二，赔偿苏局8000万星元精神损失费，少一个字，我拿你的脑袋补。第三。 回去把你那个惹是生非的儿子周柯亲手废了修为。如果以后让我知道你们周家任何人敢靠近苏杰半步，
我就让临江再无周家。听懂了。滚！多谢杨会长出手解围。是你自己争气，那8000万最迟明天就会打到你账上。这7天你好好沉淀一下，7日后我带你去一个地方，见识见识这世界真正的模样。8000万星元的资源，加上这7天7夜不眠不休的极限压榨，我一定要把五窍根基打到最坚固，打到最坚固。丁五窍淬炼成功，当前五窍等级7级，战力加11，2871点，这种充满力量的感觉，真是太美妙了。7天不见，你的战力竟然暴涨到这种程度，真是个怪胎。压力使人进步。杨会长，您今天叫我来，是要带我去哪？苏哲，你可知，在这个广袤无垠的世界里，我们人类不过是偏居一隅的猎物。在这大陆的山川沼泽之外，妖兽的数量何止万亿。我们人族能活到现在，靠的是无数先辈用血肉筑起的长城。你的父母就是在这条防线上战死沙场的英雄，他们是真正为了人族延续而牺牲的烈士。我明白了，杨会长，您刚才说我们人类只是猎物，那我们拿什么来抵抗那万亿妖兽？1000年前降临的神迹万象天宫，以及它背后的副本世界，只有战力突破2000点的精英才有资格接触那里。但苏决、木秀于魔封闭摧之。我人族第一战神岳无极大人，当年历经9死1生才将五窍淬炼至9级。为了避免你被暗中的敌人盯上，我建议你对外伪装成已经凝练五脉的6级凝脉武者。至于万象天宫，你现在进去还是太危险了。没有绝对碾压的实力之前，苟住发育才是王道。我同意。我还想继续沉淀一段时间，暂时不见天宫。很好，沉得住气。既然如此，上飞船。我今天先带你去见识一下真正的战场。杨战将，您终于来了。张卫官，情况恶化了，前方的探测器全部失效，山林里的妖兽信号在半小时前突然消失，太反常了。一级警报，雷达发现大规模热源靠近，是中型兽潮，距离防线还有10公里，所有人立刻进入战斗位置。闭关了7天，骨头都快生锈了，刚好拿你们这帮畜生试我的刀。开火！绝不能让这群畜生靠近城墙！闭关7天，这身力气正愁没地方使。哼，就拿你们试试我7级无穷的力量。我操！一拳打爆了7、8头铁背狼，这战力起码得有1500点以上了吧？是风狼头领，战力全都在2000点以上。来得好！畜生，你往哪儿跑？滚下去！苏姐，
这里面是一枚降级妖兽熔岩地龙的晶核，能量极为狂暴，但也是绝佳的磨刀石。你回去后将它吸收，若能借此明悟本心，对你未来的武道之路大有裨益。降级妖兽的晶核，就让我看看你到底有多狂暴。这点苦痛算什么？给我镇压！区区一头死去的孽畜残留的残念，也敢在我面前放肆！我的道是自强不息，是斩破前路一切阻碍。谁敢挡我，我就斩了谁！给我碎！丁，检测到宿主成功粉碎妖兽意志，明悟本心，武道之心凝聚成功，效果解锁，意志统治，对自身气血掌控力提升50%，修炼功法悟性大幅提升。武道之心，原来这就是绝对掌控的感觉。丁，检测到宿主拥有气血储备350万点，且凝聚武道之心，满足系统新功能解锁气血烘炉。气血烘炉，无视时间，瞬间升级。系统，立刻给我转化10万点气血。转化成功，获得气血精组10点。系统，使用气血精华，给我把一个6级武泅升到7级，消耗0.75点气血精华，淬炼完成。当前武泅等级7级，战力加11。干什么干？老子现在要疯狂氪金！系统，把剩下的54个6级武泅全部给我升到7级。消耗0.75点气血精髓，提升至7级；消耗0.75点气血精髓，提升至7级。当前武泅7级99个，7级圆满，战力值3465点。7级圆满还不够，给我继续冲8级！系统，全部给我砸进8级！消耗2.5点血气血精髓，提升至8级。当前武泅8级99个，8级圆满，当前战力值4950点。8级圆满，接近5000的战力，这种力量，就算是不动用武技，我也能一拳锤死普通的宁脉境。系统，8级升9级需要多少气血精髓？单次升级需消耗气血精髓10点，折合普通气血10万点。10万点升一个，99个就是将近1000万的气血。我这剩下的80多万，连塞牙缝都不够啊！常规的吸收气血速度太慢了，距离无考只剩不到半年，必须弄到海量的气血资源，否则根本达不到10级大圆满的无上道基。常规资源太慢了，看来是时候去弄点大场面了。降级妖兽战力过万，那已经是正式战将的领域。我如今基础战力接近5000，凭动虚指能爆发出过万杀伤，但持久力、防御力都差得远。单独接这种 A 级任务，稍有不慎就是送菜。高风险低收益，组队又容易暴露系统秘密，常规途径搞气血太慢了。丁，历经24小时，首个8级武泅淬炼成功。当前武泅等级9级，战力加2值。苏姐，怎么修炼上遇到瓶颈了？晚辈修炼到了关键阶段，需要好量气血支撑。不知您可知晓，除了咱们临江市的星元秘境，附近是否还有能加速气血积累的地方？加速气血积累之地极为稀有，不过在天都省首府金陵市，倒有一处更高级的星元秘境，其内气血浓度是外界的10倍，每隔3年开启一次，算算时日，就在4天之后。10倍浓度，那我的本源吐纳术恢复速度将达到每秒10点，10天下来就是800多万点气血。
这足以让我冲上9窍，甚至10窍圆满。杨伯伯，如何才能获得进入资格？名额极其有限，只有50个，且半年前就已上报联邦，如今名额已满，无法更改。不过，苏姐，你既然能在此等年纪达到如此战力，想必有能极大提升气血、增加效率的特殊手段吧？无需紧张，机缘因人而异，联邦律法保护个人所获。我只是想告诉你，换个思路，去向那些已获得名额的人买资格。买资格？对于寻常依靠基础呼吸法龙者，在10倍秘境苦修10天，不吃不喝，顶天也就获得1000点气血。一颗上品气血丹价值10万星元，能提升30点气血。你若能直接砸出500万星元，没人能拒绝。对啊，别人进去是低效赚气血，我进去是挂机印血血，这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做。多谢杨伯伯指点迷津。去吧，金陵是水深，行事多加小心。诸位，今日拍卖的这个星元秘境名额来自一位不幸的壮士，其家属决定将门票公开拍卖，起拍价10万星元，我出30万、50万、90万、210万、220万，500万。这500万星元，买个10天修炼名额，他疯了吧？这能买几10颗上品气血丹了，哪来的败家子儿？你们懂什么？这小兄弟醉翁之意不在酒，他是想用这种方式多给烈士遗孤一些抚恤。500万拿来做慈善，这等手笔，绝对是尹氏家族的核心子弟。500万星元3次，成交。滴，转账成功。谢谢你，你一定会有好报的。节哀。距离秘境开启还有4天，一个8级5窍升9级要24小时，剩下的90个嗷嗷待哺，硬干绝对干不动。既然本源吐纳发能自动挂机运转，那这段时间我不如彻底放空精神，养精蓄锐。那不是花500万买名额的那个败家子吗？他状态怎么这么好？肯定是自暴自弃，干脆睡了4天大觉呗。换我花500万，我也心疼的没法修炼。秘境开启，依次进入，时限10天。走，睡觉去。他这是在干嘛？这可是10倍浓度的星元秘境，1秒值千金，他居然在这铺床睡觉，真是烂泥扶不上墙。有钱又怎样？武道一途不靠苦修，终究是个废物，暴殄天物。燕雀安知鸿鹄之志。系统，给我先转换40万气血储备，并将接下来增加的所有气血实时投入气血烘炉，同时给我疯狂淬炼剩下的90个8级5窍。指令确认，检测至超高浓度气血环境，本源吐纳法全功率运转，当前气血增加速度每秒10点。消耗10点血血精粹，5窍等级提升至9级，战力加20。走了狗屎运的家伙，睡得这么死，吸收这么多杂乱气血，也不怕练岔气爆体而亡。该死，气血岔乱了。消耗10点气血精粹，5窍等级提升至9级，战力加20。我这10天不眠不休，足足增加了120点气血，太值了！我也突破了瓶颈。消耗10点气血精粹，5窍等级提升至9级，第81个8级5窍晋升完成。最后一窍，给我破！
发生了什么？妖兽袭击吗？99个9级武窍，大圆满，这种力量充盈的感觉，真是久违了。他的气息怎么比10天前强了这么多？这绝对不是刚突破的虚符，这气息厚重的简直像个怪物。难道睡觉真的能变强？这位兄弟，不，这位大人，你莫非是有什么独特的修炼秘诀？能否大发慈悲，指点我等一二？指点就不必了，或许只是我睡得比较专注吧。战力逼近7000，现在就算是不动用武技，我也能一拳捕回周家那个老鬼。不过这还不够，系统发布的主线任务可是要求99窍10级圆满的无上斗技。系统锁定一个9级武窍，尝试冲击10级。 9级晋升10级，需消耗普通细血5000连0点，秒生需血血精粹25克。 5万点血血生一个，99个就是将近500万血血，这他妈是武窍还是吞星兽啊？我这70万储备，只够秒生2个10级武丘。不管了，先升2个探探底。系统转化50万气血，给我秒生2个10级武丘。消耗50点气血精粹，提升开始。哈哈哈，2个窍穴就增加了60点战力，这种生命层次跨越的感觉太美妙了，必须尽快搞到更多气血。无人接听，看来是在出任务，不能干等着，去市政厅看看有没有大火。听说了吗？周家彻底完蛋了，武馆被查封，周雄父子全被废了修为，成了连普通人都不如的废人，活该！平时作威作福，这下踢到铁板了。听说惹了那个叫苏菊的天才，人家连手指头都没动，周家就灰飞烟灭了。不仅是周家，你们还记得其中那个班花林雪儿吗？记得呀，长得挺水灵的。怎么了？名声臭大街了。怎么了？听说以前靠骗那个苏卓的资源修炼，现在苏卓发达了，他想吃回头草，被当众打脸，现在修炼也废了，被家里当成彩礼工具，远嫁给外地一个小武馆的纨绔少爷，下半辈子算是毁了。机关算尽太聪明，反误了青青性命。不过这些都与我无关了，我的路在诸天万界。按击杀数量计算，这哪里是什么受灾？这分明是送上门的海量气血精珠，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做的提款机。S 级支援任务，我接了。这位先生 ，S 级任务极其危险，需要战力达到3000点以上才能接取，请您在旁边的测试仪上进行战力复核。我现在6900多点的战力，要是全爆出来太招摇了，压一点吧。战力验证通过，军用飞行器已在楼顶停机坪就绪，随时可以出发。走。所有新来的支援武者，立刻填补左侧防线缺口，绝不能让那些兵级畜生冲上来。填补缺口，杀这些不值钱的小喽啰能赚几个子儿？那些隐藏在后方的降级妖兽，才是真正的大鱼肉。苏哲，你在干什么？抱歉了，长官，我赶时间。喂，那个小子，你去哪里？不要命了吗？混蛋，又是个不知死活的愣头青，死了活该！就拿你开刀。斗虚指，击杀降级妖兽，获得联邦贡献点180点。系统，这完整的妖兽尸体，气血烘炉能直接炼化吗？丁，检测到可炼化能量源，是否投入气血烘炉？给我炼化！炼化成功，获得气血精粹5.5点。哈哈哈，
这比吃气血丹快100倍，挂中挂呀！下一个，2万战力，拼了！看看2000气血的洞虚之有多猛！给我破！击杀熔岩地龙，获得贡献点500点，炼化获得气血精粹22点。值了，系统，给我秒升3个10级5窍，消耗75点气血精华，3个5窍提升至10级，战力突破7000。今天苏老板请客，管杀还管埋。第30个10级5窍了，基础战力逼近8000点。怎么回事？受潮的攻势怎么突然减弱了这么多？是刚才跳下去那个小子，他非但没死，还在单方面屠杀降级妖兽，连尸体都变没了。这他妈到底是什么怪物？那种被死死盯上的威胁感越来越强烈了。25000点，居然是血脉变异的精英级降手。踏天步！在空旷地带跟这种速度极快的飞行妖兽打，纯粹是活靶子，必须限制它的机动性。那边。妈的，这样一味躲避，迟早被他耗死在这儿。他的速度确实快得离谱，但在每次俯冲攻击、抓碎岩石的瞬间，因为石林地形的限制，他都必须有不到0.1秒的停顿来调整姿态，只能拿命赌一把了。来了！洞虚指，给老子中！成功击杀精英级降兽猎金雷鹰，获得贡献点1500点，炼化获得气血精粹85点。系统，给我连升4个10级5窍，34个10级5窍，这种力量在体内奔腾的感觉，真是让人着迷。休息结束，下半场的屠杀开始了。苏爵小兄弟，你没事？刚才受潮后方那头气息恐怖的猎金雷鹰哦，你说那只杂毛鸟啊？我看他们在那边唧唧歪歪，挺碍事的，就顺手清理了。顺手清理了？苏兄弟，你一人瓦解受潮，立下盖世奇功，我立刻向上级。功劳算大家的，我赶时间回家吃饭，先走一步。58000点贡献值，这次真是赚翻了。60个10级5窍，我现在的根基恐怕已经彻底超越了天灵星有史以来的认知。警告：检测到宿主战力及5窍数量达成前置要求，10级极境最终阶段正式开启。警告：检测到宿主战力及5窍数量达成前置要求，10级极境最终阶段
正式开启，目标99个武窍，10级大圆满。60个10级武窍，我的战力就已经逼近9000大关。如果99个全部10级圆满，那绝对是天明星前无古人的无上道基。39个9级武窍，如果要全部提升到10级，按照系统规则，我还需要海量的气血精算。气血丹不行，转化率太低。百年血参不够塞牙缝的。降级妖兽晶核1万贡献点1颗。我拼死拼活瓦解了一个中型兽桥，才赚了58000点，连6颗都换不到。常规手段太慢了，我没时间慢慢积攒，必须找个能大开杀戒、疯狂收割高级妖兽的地方。这种机密情报，只能找杨伯伯了。苏姐，你这副样子，看来在77号妖所，你搞出了不小的动静啊！杨伯伯见笑了，顺手杀了点妖兽而已。一人瓦解兽巢，军方那边对你的评价极高。说吧，找我什么事儿？你小子无事不登三宝殿。杨伯伯，我需要海量的气血资源，极度庞大的那种。常规的猎杀和兑换已经满足不了我。你的根基已经远超常人，看来你是想冲击那个传说中的极境。是，我要99窍，全部大圆满。有野心是好事，如果你真有这个胆量，万象天宫的荒古试炼场是你唯一的去处。荒古试炼场？那是万象天宫内一个专门为5窍期武者设置的极限挑战副本，里面有源源不绝的妖兽幻影，每击杀一波就能获得极度精纯的气血奖励，难度越高，奖励越是呈几何倍式暴增。这合我意。杨伯伯，我要怎么去？我替你申请权限，立刻来城东废弃7号矿坑找我。记住，那地方不是过家家。哦，气息更加内敛了，不错，跟我来。空间折叠技术，这是通往万象天宫外围的隐藏传送点之一，进去吧。组队，冰火秘境，缺个防御型武者，战力2000以上的来。刚从毒瘴林带出来的2阶毒蟒蛇胆，换500贡献点，拒绝还价。那里就是荒古试炼场。月无极，那是我们人族的传奇战神。他在800年前留下的记录，至今无人能破。这是你的临时进入愣牌，记住，荒古试炼场分为简单、普通、困难、梦险5个难度。你第一次来，先选择普通难度试试水，千万不要好高骛远，一旦在里面死亡，就是真的魂飞魄散。我知道了，杨伯伯，保命第一嘛。这小子眼神那么狂热，不会乱老吧？不过有我提醒，他应该知道分寸。欢迎来到荒古试炼场，请选择挑战难度。简单模式，基础奖励11；梦魇模式，每波100只妖兽，基础奖励100，并有极小概率触发隐藏奖励。警告：该模式失败率极高，1000年来无人通关，请慎重。普通难度，抱歉啊，杨伯伯，我可没时间陪这些妖兽过家乡。100倍奖励，我要。梦魇模式已锁定，试炼开始。就这，滚！第
一波完成，获得100倍奖励加成，气血点加1万。真是美妙的滋味。第2波即将降临，太弱了，让更猛的来。太慢了。第6波完成，获得气血32清。跟我比速度！斗虚值。第8波完成，获得气血128清 C， 当前气血储备268万。系统，转化精粹，给我继续升！消耗250万气血，转化250精粹，提升10个10级5阙。第9波，暗影魔龙王，数量100，单体战力6930。隐匿刺杀，滚开！躲不开了，必须硬扛。抓到你们了！斗虚值3连。系统，继续提。消耗250精髓，提升10个10级5窍。战力9900，还会战术配合。烧！躲不开！太多了，这帮畜生的防御和力量太恐怖了，这样下去，我会被活活耗死。系统，消耗10点气血精髓，给我爆！气血燃烧，给我看！临时状态气血燃烧已开启，持续时间30秒。警告：对身体负荷极大。给我碎！警告：气血燃烧剩余时间3秒。想跑！斗虚值灭！第10波完成，获得气血51002粒，完美通关梦魇难度荒古试炼场，评价 SSS 级。我赢了！系统，消耗所有气血精粹，把剩下的19个9级5窍全部给我升到10级！圆满！消耗475精粹，开始提升。破了！月无极战神的记录被破了！梦魇难度，怎么可能有人能通关梦魇？这个劫到底是人是鬼？这小子，他不是去试试水吗？他把天捅破了！深藏功与名，赶紧撤！别说话，快跟我走！你闯大祸了，上面的人已经盯上你了。杨伯伯，不就是一个副本记录吗？至于这么紧张？不就是一个记录？你打破的是联邦第一战神月无极保持了800年的神话。你知不知道，
就在你出来的前1分钟，天都省武道总会会长陈明阳大人亲自给我发了最高级别的红色指令。不仅如此，连联邦议会的特使都在紧急赶往临江市的路上。陈明阳会长，联邦特使，你以为这是什么好事吗？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。你的表现太逆天了，逆天到联邦高层都会怀疑你身上藏着惊天秘密，你躲不掉的。想查我，那也得看他们有没有这个本事。小子，你太小看宁脉境之后的修炼了。你现在武窍虽然圆满，但接下来你要凝结五脉。宁脉期需要的气血是天文数字，第1条需要1万，第2条2万，到了后面甚至需要上千万的纯净气血。我知道你在黑市赚过钱，但市面上的气血丹，甚至高级妖兽精力都蕴含狂暴的丹毒。你吃的越多，丹毒积累越深，最终轻则经脉尽毁，重则爆体而亡。没有大势力的顶级资源净化，你就算天赋再高，也是死路一条。丹毒，我的系统提纯的气血精细是最完美的本源能量。什么丹毒，在我这里根本不存在。杨伯伯，资源的事我自有分寸，谁也阻挡不了我向上的路。罢了，现在说这些也没用，我们直接去武协总部的地下密室。在特使到来之前，你哪儿也别去，抓紧时间修炼，能强1分是1分。系统，调书面吧。37万点精纯气血，别人畏之如虎的丹毒，我有系统烘炉提纯，根本无所顾忌。既然暴风雨要来，那就让它来得更猛烈些。消耗1万点气血，给我冲击第1条五脉！10级境已破，今日我入宁脉。丁，第1条五脉凝练成功，基础战力加1000点，当前基础战力13200点。这就成了，简直太简单了！这股力量远超武窍期的极限。丁，检测到宿主已开启五脉凝练，现发布第2阶段主线任务10脉极境。任务要前与5考前成功凝撑10条五脉，任务奖励已到成就点核心功能诸天战场权限，随机诸天世界法则碎片 X1。失败惩罚，宿主潜力将永久锁定，无缘至高武道。好一个10脉极境，我的路是星辰大海，是诸天万界，区区天明星的规则算什么？这10脉极境，我破定了！我拥有武道之心，凝练的五脉完美无瑕，根本不需要稳固，给我继续冲！消耗2万点气血，凝练第2脉。消耗2万点气血，第2条五脉凝练成功，基础战力加2000点，当前战力15600点，还不够，给我开第3条、第4条。消耗4万点气血，第3条五脉凝练成功，登战力20400点，消耗8万气血，第4条五脉凝练成功，当前战力3万气血，给我破入第5脉。消耗16万血血，基础战力加16000值，49200点。这是什么气息？里面到底是一只高阶妖兽，还是一个人？是苏丽，这小子，他不是刚突破凝脉境吗？这股气血波动怎么可能飙升的这么快？战将级，绝对达到了战将级的能量波动。他才多大？这要是传出去，联邦高层会疯的。封锁消息，今天这里发生的一切，绝不能泄露半个字。短短时间，战力逼近5万门关，横跨数个等级，直达4级战将层次。这种速度，堪称第6条五脉凝练中，需消耗50万气血，气血不足，凝练中断。唉，氪金一时爽，一支苏金气血永远不够，30多万的存货眨眼就见底了，这后面的消耗简直是个无底洞。苏小友冒昧打扰，老夫赵玄空，金陵赵家大长老。赵长老有何贵干？小友天纵之姿，破了战神纪录，可谓千年不遇的奇才。但你可知木秀云风必摧之，没有大势力庇护，你的前路必然危机四伏。所以赵长是来当救世主的？只要你加入我金陵赵家，功法武技乃至海量妖兽气血皆可无限供应，甚至我赵家有秘法，能将气血丹中的丹折少2成，这可是无数天才梦寐以求的造化。条件确实诱人，不过我这人骨头硬，
不喜欢给人当狗。苏杰，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，独木难支，没有势力的资源，你拿什么凝练后续五脉？你以为靠你自己能走多远？我能走多远，不劳赵长老费心。你那减少2丹藤的垃圾秘法，还是留给你们赵家的废柴自己用吧。我再说一遍，别来烦我。好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畜生，竟敢如此折辱老夫！既然不能为我所用，那就必须死！传我命令！哼，真以为几颗带毒的丹药就能买我的命？可笑！不过气血资源确实是个大问题，必须寻找新的出路。系统，开启诸天武库。欢迎使用诸天武库，这是以武道成就比兑换诸天万界武道资源的唯一宝库。宿主当前可用武道成就比1000点。这才是真正的宝藏！系统，打开功法神通类。1亿8000万！系统，你抢钱啊！老子拼死拼活才拿到1000点。行了，买不起，根本买不起！我简直就像个刚进城的叫花子在逛顶级拍卖行。击杀气陨之子，献祭诸天宝物。看来，这系统不仅是要我横推天明星，更是要我把诸天万界都搅个天翻地覆啊！既然如此，那便战！诸天万界的天骄都将成为我攀登巅峰的垫脚石。系统，有没有便宜点的盲盒？给我来个单抽，搏一搏，单车变摩托。指令确认，随机物品抽取，消耗1000点成就点，进行诸天万界随机物品抽取1次，奖励范围凡品质混沌至宝。出金，有出金！初步融合前置条件，基础战力达到1000星。提示：已解锁更高层级单位，移星1万点。49000战力。所以在临江横着诸天标准这里，竟然连5星都不到，还要融合这只眼睛，需要1000万战力。1000万战力又如何？凡人仰望星辰，那我就踩碎星辰。总有一天，我会达到那个境界，亲手将你挖出来，按进我的眼睛里。好高骛远没有用，饭要一口一口吃。现在的当务之急，是把手头能用的底牌全部转化为极战力。极度危险警告！先天神魔碎片蕴含不灭道运与狂暴魔性，宿主当前境界强行融合，有99%的几率爆体而亡，请谨慎操作。警告：宿主当前肉身强度无法承载不朽道运，强行融合将导致骨骼粉碎、气血逆流。爆体而亡！我苏杰能从一个废物走到今天，靠的就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拼命，只要死不了，就往死里练。系统，给我压制，老子今天就要硬生生吃下这块骨头！凡人，安敢染指神魔之躯，死！滚出我的身体！老子管你什么先天神魔，到了我的地盘，就算是龙你也得给我盘着！本源吐纳术，给我重塑！苏琪，出什么事了？难道走火入魔了？这动静不对，快开门！杨老鬼，你没事吧？这股气息比战神还要恐怖100倍，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他到底在融合什么怪物级别的宝物？丁，不朽五谷用甲碎片，融合度0.01%。被动激活，右翼获得双倍基础强度加持，大幅提升负面规则抗性。这种感觉太美妙了，这才是足以支撑我横推一切的底牌。哼，就拿你开刀了。
这可是5级战将都打不破的特制大门，一掌拍碎了，他到底还是不是人？梁伯伯、白会长，你们这门的质量不太行啊，供应商吃回扣了吧？我还没怎么用力，它就碎了。质量不行，这可是花了我武协大半个季度经费定制的，你小子简直是个人形暴龙！你小子进去一趟，是不是又变态了？刚才那股力量绝不是单纯的气血爆发，小有突破罢了。检测到当前独立生命量生成速度每秒5点，每秒8点的纯净气血恢复，加上这深不见底的肉身强度，这才是真正的极尽本钱。陈总会长，南宫特使，苏杰带到了。晚辈苏杰见过陈会长，南宫特使。你就是那个在万象天宫打破越战神纪录的苏杰，成长速度快得违背常理，没有任何背景却能横空出世。告诉我，你是不是动用了什么被列为禁忌的邪道秘法，透支了潜力？邪道秘法，透支潜力？特使大人既然怀疑我，又何必大老远跑来浪费时间？我苏爵能有今天，靠的是拿命在极境里杀出来的。这世上没有任何规矩能定义我的武道。好狂妄的口气，骨头倒是挺硬。既然你不肯说实话，那就别怪我不留情面。这是联邦最新研制的真实之眼，任何隐藏的丹毒、邪气、虚高战力，在他面前都无所遁形。就让我看看你这具走捷径催熟的身体里，到底藏了多少令人作呕的剧毒废招！啊，49200，这已经是4级战将的门槛了。他才多大？哼，战力高又能说明什么？靠嗑药堆上去的境界，气血纯度绝对是不堪入目的垃圾。开启气血纯度检测模块。这是100，这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就算是武神亲自提炼的高阶丹药，也绝不可能达到100%的绝对纯净。你到底干了什么？你到底是个什么怪物？看来这100%的纯度给这群大佬的刺激足够大了，是时候抛点饵了。南宫特使，陈会长，既然瞒不住，那我也就不藏着掖着了。3年前，我父母在受潮中双双战死，尸骨无存。那一天，我受了极大的刺激，大病一场。从那以后，我的身体就发生了一些异变。我发现，我即便不怎么修炼，体内也会自动生成一种毫无杂质的纯净气血。这是什么荒谬的理论？人体怎么可能凭空造血？还是100%纯度的气血？你当你是人形的星元秘境吗？我也不知道这算什么体质，姑且叫它先天纯净气血圣体吧。不可能，这违背了武道界的铁律。你生成的速度有多快？大概每秒1点左右吧。每秒1点？你这是在说神话吗？这里是10万点高妖兽精血，蕴含着恐怖的丹毒和狂暴意志。你不是说你的体质能无视杂质吗？你若是能当着我的面把这些精血全部吸收，且不留一丝丹毒，我南宫博就信了你的神话。南宫特使，你疯了吗？10万点高阶精血，就算是巅峰战将一口气吞下也会爆体而亡，你这是要毁了他。他如果真是他说的那种圣体，就绝不会死。苏教，你敢不敢证明给我看？味道不错，特使大人，还要再测一次吗？奇迹，这真的是违背武道常理的奇迹！苏决，从现在起，你就是我天明星联邦最顶级的战略核心。南宫，立刻起草绝密档案。苏决的修炼资源全部调为 S 级无限极鹰雀鹅，谁敢阻挡，我陈明言亲自灭他满门。苏小子，从今天起，你只管放手去变强，天塌下来，我们这几个老太货先给你顶着。联邦的羊毛算是彻底捞到手了。资源无上限吗？真正的极境之路，现在才刚刚开始。苏决同学，请原谅我们之前的冒犯和质疑。你的情况已经彻底打破了武道界的常理。我南宫博现在以联邦中央议会特使的身份，
代表最高议会正式向你发出最高级别的邀请，邀请你加入联邦启明星计划核心训练。多谢特使大人信任，晚辈定当努力修炼，绝不辜负联邦的栽培。只是不知道这核心序列的待遇如何？资源方面你大可放心，首批扶持资源今天就会下发，包括联邦银行100亿星元信用额度 ，S 级以下所有任务库随意接取权限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会立刻动用特使权限，为你强行调破1000万点气血，供你一人优先使用。1000万点，这帮联邦高层的羊毛比我想象的还要肥啊！晚辈多谢特使大人厚赐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不过，既然成为了启明星，为了你的绝对安全，你必须立刻跟我回联邦中央总部，那里有全联邦最顶级的安保力量。不去。为什么？那可是联邦总部，全天下武者做梦都想去的地方。武考都还没考呢，我可是要拿武考状元的人。而且临江市挺好的，我家楼下街角那家烤肉饭特别香，我还没吃够。哼，臭小子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惦记你那口烤肉饭？苏决，以你现在的实力和潜力，武考状元对你而言还有什么意义？怎么没意义？奖金丰厚啊！听说武状元光星元奖励就几千万，还能挑一门地阶武技，到时候我再开个直播，随便露2手，那打赏还不得起飞？南宫，这小子是个顺毛驴，逼得太紧反而适得其反。温室里养不出吃人的猛虎。苏决可以暂时留在临江市准备武考，但我有一个条件，联邦必须派遣一支最精锐的秘密护卫队驻杀临江，由我陈明阳亲自坐镇。好，就按陈会长说的办。我立刻回总部上报议会，调派人手和资源。苏杰，人族未来的希望或许就在你身上了，好好活下去。苏瑞，你是不是一直很好奇，为什么联邦各大势力的那些顶级天才，明明资源堆积如山，却大多在武鞘7级、8级时就匆匆凝练武脉，踏入凝脉境？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的疑惑。以他们的条件，完全可以花时间把根基打得更牢，为什么要急于求成？因为他们在争夺时间。在万象天宫的深处，有一处名为星陨界的特殊秘境。这处秘境每年8月开启一次，它的进入条件极其苛刻，唯有每年全联邦武考总排名前300的天骄，才有资格拿到进入星陨界的入场券。把集战力拉到极限，去拼死争夺那前300的席位。没错，像金陵赵家的那个赵凌霄，号称天都省顶尖天骄，如今凝练了4条武脉，战力破万。但在全联邦的妖孽面前，他那点实力连前200名都排不进去。第一战神岳无极大人当年就是从星训界杀出来的，他拿到了核心传承，才铺就了今日的无敌之路。全联邦前300，哈哈哈哈！好一个星陨界！既然第一战神能去的，那我苏杰更去得。陈伯伯，这入场片我拿定了，而且不仅是前300，这联邦武考第1的位子我要了。别高兴得太早，你拒绝了去总部避风口，就等于把自己彻底暴露在了那些嗜血的恶狼面前。赵家那些被你打脸的老狗，还有潜伏在人族疆域内专门猎杀天才的妖族暗子，现在都已经盯上你了。他们已经准备好来取你的项上人头了。赵家妖族暗子，陈伯伯，您太小看我了。我苏杰修炼至今，正愁没有足够分量的垫脚石来磨我的刀。想要我的项上人头，就怕他们这群缩头乌龟不敢来送死。好一个狂妄的小子，有老夫当年的风范。既然你有这等胆魄，那我就陪你疯一把。老杨，立刻开启武协地下那间最顶级的特制修炼室，全部封锁。在联邦资源到位前，谁也不许靠近半步。明白，我这就去安排。第一，身份验证通过。尊敬的苏爵阁下，您的联邦银行账户已汇入100万明年星元。整1000万点高阶精血，联邦这帮高层出手还真是阔绰啊！有了这些资源，第7条甚至第8条武脉都不在话下。
系统，给我开启气血轰炉。第6条五脉当前凝练进度15%，还需消耗42.5万点气血，是否确认？确认。给我砸，狠狠的砸！消耗42.5万气血。第6条五脉凝练中。进度30%、60%、90%、100%，凝练成功。第6脉大圆满，基础战力暴增32000点，当前基础战力87600点。87000点战力，这力量简直让人沉醉。这才哪儿到哪儿？系统，给我继续重开第7脉！确认，给我破！消耗150万点血血。第7条五脉凝练中。第7条五脉凝练成功，基础战力增加64000点，当前基础战力164400点。痛快！再来！系统，第8条凝练第8条五脉需消耗500万点气血，是否确认？确认。消耗500万点气血，第8条五脉凝练中。第8条五脉凝练成功，基础战力增加12万8000点，当前基础战力31万8000点。31万8000点，3级战王！我现在感觉能一拳打配一座山。剩下的气血只有300多万了，第9条五脉估计要上千万，这点气血根本不够看。算了，先存着当底牌。王老板，老规矩，超级加笨豪华版烤肉饭，肉北满，饭压实。哟，是小苏啊，好久没来了。听说你现在可是咱们临江市的大名人了，等着，叔这就给你做一份量最足的。这不是演习的警报。通知北部边境77号、78号哨所防线遭遇超大规模兽潮冲击，规模判定为超大型。王老板，钱我转你了，这碗饭等我回来再吃。小苏，小心，一定要回来，叔下次给你加10倍的肉。顶住！身后的娃娃们还没撤走，给我顶住！别去，你会死的！我是武者，我如果不去，谁来保护你？前世的英烈，今生的死咒，家园，去他妈的理由！我只知道那里有数不清的王级妖兽，有海量的气血精撒。今天我要大开杀戒！苏局，情况有变，前线出现王级妖兽，防线马上就要崩溃了。奉南宫特使和陈会长最高联合指令，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，立刻护送你撤往金陵安全区，你绝不能有任何闪失。跟我走。苏瑞，别犯浑，你是联邦的未来，你的命比前线那个破赵研所重要1万倍，立刻跟我去停机坪。我的命更重要。陈队长，谢谢你们的好意，但我变强不是为了在安全屋里当被人供奉的骑墙物，战场才是男人的归宿，让我当逃兵，这由不得你！上面下了死命令，今天就算绑，我也要把你绑去金陵！动手！滚！战王级威压，这怎么可能？你们要跟着可以，但我先走一步了。妈的，这小子是个疯子！通知上面，目标拒绝撤离，已自行前往前线，请求变更指令，护卫队申请随行参战。都给老子打起精神，多杀几个畜生，别给临江市丢人！张涛，给我调一架最快的高速攻击艇，立刻！苏决，你不是应该撤离了吗？废话少说，送我去前线妖兽最密集的缺口。你要是耽误我1秒钟，我先拆了你这市政厅。好，跟我来。7号停机坪，那架红色的雷鹰攻击舰已经加满燃料了，
王级妖兽，今天我要让这超大型兽巢变成我苏杰个人的气血精粹仓库。顶不住了，方仙要守不住了。那是什么人？仅凭一击就制服这么多降级妖兽，是战王！我们人族的战王强者来支援了！第一个就是你！给我碎！重创王级妖兽深渊魔蛛，炼化获得气血精华200点。来得好！重创王级妖兽熔岩地龙王，炼化获得气血精卡250点。哈哈哈哈！第3个，轮到你了！给我下来！击杀王级妖兽雷翼龙鹏，炼化获得气血精具230点。系统，我还需要多少气血精髓才能凝练第9条五脉？当前气血精髓不足，兑换凝练第9脉所需的1040万气血，还差1140点精髓，还差1天，那就继续战。来得好，正等着你们主动上前。想用幻术，你找错对手了。安分下来吧。想走，留下气血精浊再离开。气血精粹已满足条件，当前累计折算气血值突破1500万。1500万精粹，系统，为我凝练第9条五脉。第9条五脉凝练成功，基础战力加25万600点。当前基础战力52万1000点，极境筑基者加成后，实际基础战力62万5200点。这究竟是何等强大的力量？6级战王，有这份力量，足以应对所有王兽了。战力绝对破100万层级。终于出现了真正的黄级妖兽，这股火焰气息是陈明阳会长。难怪之前临江战场找不到他，原来是孤身突进兽桥最深处，打算直捣黄龙，斩杀兽桥源头。该死，被这群畜生牵制住了。陈会长，坚持住，苏决来也！这小子的气息怎么提升的这么快？滚开！炼化王级妖兽玄冥龟王，获得气血精华380点。好小子！太慢了。
炼化王级妖兽影刃豹王，获得气血血精锁300点。下一个，暗黑灭龙，现在没人能替你分担压力了。老家伙，打得漂亮，接下来交给我。炎阳焚天！给我进攻！击溃黄级妖兽暗黑魔雷王，获得气血精碎1300点。苏战王，陈会长，万岁！好一个苏杰，我人族后继有人了。不好，还有黄级妖兽，足足3头。身后就是家园，我一步不退，誓死守住防线。为人族而战！糟糕，苏决，小心！会长，会长，撑住！我这就用气血给你疗伤。人族未来交给你了，快走！不！畜生！我要你们付出代价！给我碎！就是现在！50万、100万、200万，不够，再给我调动300万！击溃黄级妖兽骸骨地黄龙，获得气血精刷1950点。南部要塞同步遭遇兽潮袭击，我方已无任何援民可调。苏决，活下去！人族的未来需要由你扛起。诸君，随我结阵阻敌！陈峰！暗处还有数股隐晦的黄级气息蛰伏，穷寇莫追，稳固人族防线才是首要之事。系统，全力运转气血烘炉，吸纳整片区域所有游离气血。指令确认，气血烘炉全力运转中，检测到大量游离气血，开始炼化。获得气血精碎+15、+22、
加30，精粹突破12000点，凝练第10条五脉所需的1亿气血，终于全部集齐。小友，伤势如何？兽潮暂时退去，随老夫一同撤离防线休整。前辈，陈会长为护我、护人族陨落于此，我必须带他的遗体回归故土。理所应当，老夫陪你一同前往。动作快点！这赤阳护心经是顶级至宝，撬下来我们这辈子都衣食无忧。别磨蹭，赶紧取下戒指。此地凶险，拿完宝物立刻离开。你们在做什么？哪里冒出来的底层武者，也敢插手小爷的事？识相的立刻滚开！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，我们隶属金陵李家赵家，此地之物还轮不到你来知会。你不要乱来！李家与赵家底蕴深厚，绝不会放过你。你们践踏人族英烈，那就留下来，向陈会长忏悔赔罪。陈会长，我们回家。陈会长为守护防线屏障，抵御高阶黄级妖兽，不幸壮烈牺牲。您未走完的守护之路，您肩负的人族重任，我苏决此生替您尽数走完。陈明阳守护的从不是单一的人，而是整个人族存续的火种。一味沉溺自责，才是违背他生前的心意。你就是苏杰，所有人都告诉我，就是因为你，我爷爷才会出事。爷爷明明答应过我，要亲眼看着我考上顶级武大，他怎么能说话不算话？陈会长是当之无愧的人族英雄，我由衷抱歉。现阶段的我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护住他。这是爷爷生前留给我的遗物，他曾经叮嘱过我，若是他日他不在了，就把这块晶石交给能够让他全权托付的人。我不知道你究竟是不是那个人，但我无条件相信爷爷的眼光。你若是辜负爷爷的一片心意，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。陈会长，还有你牵挂的小鱼，你们所有人，我此生拼尽一切，誓死守护。小苏，仗都打赢了，全城都在传你斩杀黄级妖兽的威名，你怎么还像丢了魂一样，还在自责？王叔，如果我能更强一点，陈会长就不会牺牲。陈会长舍命护下你，是认定你潜力无限，能够护住更多普通百姓。他托付的是人族希望，不是让你困在自责里消沉内耗的。王叔，谢谢您点醒我，这顿饭确实很香。是时候冲击武道瓶颈，完成10脉极境，踏上全新的层次了。杨伯伯，我账户内所有联邦积分全部无偿捐献，用作本次前线受损将士及其家属的专项安抚补地。这笔积分价值极高，足以盘活一整座城市的武道配套资源。你确定要全部捐出？资源我后期可以自行积攒。陈会长昔日对我有栽培之恩，这份心意微不足道。另外，我需要借用武协顶级专属修炼室，闭关冲刺武道最后瓶颈。没问题，我即刻为你调配修炼室资源，全程驻守外围，亲自为你保驾护航，隔绝一切外界干扰。我的天，这般恐怖的天地异象，到底是什么级别的武道突破才能引发？这小子到底在冲击何等顶尖境界，竟能引动天地异象加持自身？西头，
消耗1万点气血精髓，兑换1亿点精纯气血，助我冲破桎梏，极致突破！指令确认，1亿点精纯气血灌注中，第10条5脉凝练进度98%、99%、100%。恭喜宿主打破凡俗生命桎梏，破格达成武道至高境界10脉极境，基础战力完成极致蜕变。当前基础战力180万点，宿主武道之心品质升级为蔚蓝高级，解锁专属5脉神通诸天映照这便是10脉极境的底蕴，也是属于战神层级的无上力量。天都省部分保守势力屡次滋生事端，陈会长昔日的遗憾，以及前线将士的委屈，也是时候逐一厘清，公正了结。这就是诸天映照的威力，全方位增幅自身战力。这份实力加持确实远超我的预期。诸天战场，这才是顶尖武者该奔赴的终极舞台。不过在此之前，天都省积压的所有矛盾，我要先彻底解决。臭小子，赶紧出来！联邦总部的紧急通讯接连推送，几乎要把我的通讯设备占满了。你这气场也太过骇人，你管这叫小幅突破？方才全城天地一向同步联动，整个临江市高层全都惊动了。常规操作而已。杨伯伯，我们走吧，去通讯室看看总部到底有什么指示。1亿星元10万贡献点，南宫特使，这份基础媚额未免太过微薄。我凝练第10条5脉，消耗资源都远超这个数值，后续淬炼全身五谷，这点物资根本不足以支撑修行。苏芮说话注意分寸，切勿太过直白，以免引起议会不满。苏杰战神，还请见谅，这只是基础福利。如若你需要海量修行资源，可以截取议会发布的 SSS 级战略专项任务。陈明阳会长陨落，前线将士屡屡遇险，归根点底是联邦现有武者培养模式存在短板，适配性太差。资源我自有渠道获取，但我需要议会授予我权限，在临江市筹建专属武魂觉醒试验班。我研发出全新轻量化修炼方法，无需海量稀缺资源。武者可通过猎杀妖兽，吸收纯净妖灵，稳步变强。这简直颠覆现有武道认知！你确定这套修炼方法具备落地推行的条件？授予权限，调配专属实验室即可，其余事宜无需议会插手干涉。系统解锁诸天武库，消耗对应成就点，兑换完整版武魂觉醒法。消耗2000武道成就点，高阶功法武魂觉醒法兑换成功。功法内容已完整灌注至宿主记忆库，可随时调取使用。这47名学员全部按照你的标准，通过问心路幻境层层筛选而出。抛开天赋高低，信性皆是同龄人顶尖，抗压能力极强，从不轻易向困境低头。直白告诉你们，以常规武道修炼路径，你们缺乏天赋、资源背景，上限早已注定，很难成长为高阶武者。但我现在给你们所有人一条逆天改命的全新出路。我自创武魂自身潜才武法，后续可通过猎杀妖兽，吸纳纯净本源妖灵，快速提升自身修为。前方高压电网隔离区内关押着1阶低危妖兽，现在全员进入隔离区，猎杀妖兽，吸纳妖灵，完成首次武魂进阶试炼。是。不好，他们的精神强度暂时无法承载妖灵能量，出现能量反噬失衡。我立刻上前帮他们多余妖灵。这条路是他们自己主动选择的，试炼途中的所有困难都需要亲自克服。这是武魂试炼必经的成长关卡，任何人都不能特殊干预。整整8个好苗子，止步于初次试炼。苏决，这个成长代价是不是太重了？武道本就是逆天精进、突破自我的过程，妖兽试炼更是机遇与考验并存。安逸的温室永远培养不出能够独当一面、守护四方的顶尖武者。杨伯伯，以我和实验室的名义，为这8名学员发放专属成长抚慰资源，妥善安置后续事宜。他们敢于踏上试炼，挑战自我，值得最大的尊重。你们都看清楚，这就是武魂试炼的考验。信性不坚，意志薄弱，无法突破自我，就会被修炼桎梏淘汰。现在，我给你们最后一次选择的机会。想要退出的学员，我会亲自为你们平复武魂能量，清除修炼印记，发放丰厚遣散资源。
回去安稳做一名普通人。选择留下，便要坚守本心，直面考验，绝不轻言放弃。1、2、3，深藏进战力，1分钟绝对压制力，这份底牌足以应对绝大多数危机，很好，很好。既然选择坚守，便全力以赴淬炼自身，继续试炼，突破极限。调出个人武道属性面板。单次淬骨耗时太久，消耗极高，即便有蓝色武道之心加持，恢复速度远超常人。想要将全身206块骨骼尽数淬炼为高阶灵骨，待这批粗粿之骨淬炼完成，便前往万象天宫稳步副本，高效获取海量修炼资源。速捷战神出大事了！你提交的武魂觉醒法初步实践报告，在联邦最高议会引发了巨大争议。说重点。议会反对派议员抓住试炼存在淘汰率这点大肆炒作，指责你的修炼方式太过激进，不符合联邦稳妥培养规则，还声称容易引发人族与妖兽族群的摩擦。他们已经联名提交为上交武魂觉醒法完整功法研究和作用，强行索要我的功法。这群身居高位、安于享乐的议员，无非是觊觎这套功法的无上价值罢了。苏瑞，你千万不要冲动。联邦最高议会是人族最高权力机构，不宜正面抗衡。所谓最高权力，在天明星这片武道世界，唯有实力才是绝对话语权。南宫特使，麻烦你原话转告所有议员。这套功法是我独家研发的武道成果，我的实验班是锻造顶级武者的试炼之场，不是他们循规蹈矩的温室。谁若不服，强行索取，尽可来临江一试，看看我苏杰的实力能不能护住自己的成果。有人刻意屏蔽监测信号，暗中对117荒野区的学员动手，蓄意干扰试炼。敢动我的人！目标确认，奉命带走。胆敢无畏反抗者，废除武道修为即可。临江市受联邦律法庇护，禁止私自帮助武者。你们究竟是哪家势力培育的死士？梁百川，既然你执意阻挠，那便一并拿下。所有人全员出击！到此为止。束手就擒吧！私自动我麾下之人，你们背后势力是想彻底覆灭吗？想死，未免太过便宜你们。精灵赵家大长老赵玄空为窃取功法不择手段，既然你们主动挑起纷争，那这笔恩怨我们慢慢清算。我已经收到前线汇报，那些袭击你的武者身份查清了，全部来自金陵赵家。南宫特使，麻烦你代为转达我给赵家。第一，交出本次围捕事件所有策划者与执行者，交由联邦武协依法审判。第二，裴钦万公亲自前临江试验，向我以及所有被学员公开致歉。逾期24小时，我会亲自登门讨要所有亏欠。无异于逼迫赵家与你正面死战，风险极大。我的底线与规矩不容任何人挑衅。赵家，希望你们不要轻易妥协，别让这场纷争草草收场。既然赵家拒不认错，那今日我便亲自前往金陵，取缔赵家一切特权与势力。赵玄空，即刻现身，为你们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！狂妄庶子！胆敢闯入我赵家地界寻衅造势，所有阵基持有者启动万物擎天大阵，精锐子弟列阵，开启青木战阵预警。依托阵法固守，再集结一众普通武者，
这就是你们挑衅我的底气，可笑至极。庶子安敢如此！老夫今日便亲手镇压你，立即下品武技青木长生拳。固守陈旧遗老脉络，你们的时代早已落幕。苏战神，我已知错，所有条件我全部答应。裴父五字公开之前都没问题，求你手下留情，保全赵家上下。当初你们选择挑衅我的时候，结局就已经注定。现在求饶，为时已晚。赵家蓄意窃取联邦武者传承，私自围捕胁迫武道学员，触犯联邦最高律法。即日起，取消赵家所有官方特权，封禁族内全部产业，永久剥夺赵家武者修行资格。丁，宿主依法处置违规豪门赵家，震慑天明星各方势力，威望大幅提升，海量武者、平民心生敬畏，门徒基数暴涨，信仰点值持续飙升。诸天战场空间通道正式解锁。天明星这片狭小的池塘早已容纳下我的脚步。诸天万界，苏杰前来入局。诸天战场，这才是真正属于顶尖武者的舞台。天明星一方小池塘早就不值得我止步于此。不过在奔赴诸天之前，我需要彻底肃清天明星所有隐患，处理好所有琐碎纷争。你总算回来了。联邦高层那群政客开始动用阴私手段，打算针对你发难。你自己看，各大媒体统一发布通告，细数新晋战神苏决的事迹，失控的顶尖武社，通篇颠倒黑白，绝口不提赵家犯罪事行，单方面抹黑你的名声。杨伯伯，没必要为这些跳梁小丑动怒，他们权限有限，只能依托舆论这种低级手段。可任由他们抹黑下去，你的公众官方评价都会大幅，甚至会影响你后续的修行与资源调度。我的实力从不需要向无关紧要的蝼蚁解释分毫。苏战神，你覆灭赵家一事已经彻底引爆联邦高层，各方势力炒作一团，局势彻底失控。哦，那他们是打算给我颁发嘉奖勋章，还是准备派议员过来和我友好探讨武道理念？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。我刚收到圣城绝密情报，人族公认第一强者岳无极大人将于7天后正式闭关结束，重返联邦高层。岳大人出关当日，联邦最高议会会召开全员紧急会议，以罗特里为首的保守派议员打算借着岳无极的威势，传召你参加专项听证会。这就是一场赤裸裸的鸿门宴。他们大概率会借助第一强者的名头，逼迫让步，甚至强制要求你公开专属功法，接受高层管控枷锁。你千万要谨慎应对。来得正好，我也早就想亲自见见这位人族第一强者，替我转告议会那群人备好会场，静候我光临即可。
谁妄图给我套上枷锁，干涉我的选择，就得先问问我这双拳头是否答应。7天后，我准时赴会。以我如今247万点基础战力，在天明星已然无敌。按理来说，足以在诸天战场站稳脚跟，开启全新修行之路。系统，立即启动程序，开启诸天战场专属通道。最高等级警告：检测到宿主主动申请连接至高危险维度诸天战场综合维度评估，宿主生命层级低级武者，驳杂反击气血，规则抗性无，综合适配度极低，生存概率大数据测算0%。最终结论：当前阶段宿主进入诸天战场无法抵御维度规则侵蚀，强制终止通道连接。我已然达成10脉极境，纵用战神级顶尖战力，放眼整个天平星无人能敌。你告诉我，现阶段连进入诸天战场的资格都没有。宿主认知局限于天明星单一星球，视野狭隘。你所定义的战神，仅为凡俗星球顶尖层次，放在诸天修行体系之中，等同于刚学会行走的幼孩。现已解锁系统终极数据库，开放完整5道修行实境体系，供宿主查阅。第1境断体境，分开窍、凝脉、淬骨、运魂4大阶段。宿主当前仅处于淬骨阶段，圆满后方可凝聚专属5道战体。第2境起源肉横渡星际虚空，第3境境神觉醒本源全能，一拳可碎星辰。第4境天象，直至最终超脱诸天桎梏。原来武道之路浩瀚无垠，远不止凡俗争斗这般简单。我引以为傲的巅峰实力，仅仅只是超脱之路的初始起点。有意思，原来我一直都是井底之蛙，被困在一方小世界之内。既然现阶段无法踏入诸天战场，那便先前往万象天宫主殿沉淀自身，属于我的真正道路，从今日正式开启。